你是不是正在计划去中国旅行？可能目的地就是成都，那个美食天堂。没错，没错。一想到要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点餐，面对可能看不懂的菜单，是不是感觉有点挑战性？确实啊，点餐这个事儿，很多第一次去中国的朋友都会有点小顾虑，是吧？但其实呢，这也是体验当地文化最直接的一个方式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就来好好捋一捋你收集的那些资料。对，各种各样的。有旅行论坛的经验分享，语言学习网站的攻略，还有文化指南、App 推荐什么的，帮你梳理一下，在中国，特别是在成都这种美食遍地的地方，到底怎么才能轻松又自信的点餐？咱们的目标就是从这些信息里面，提炼出最精华、最实用的东西，不光是告诉你怎么做，对，更想让你明白为什么是这样，让你不只点对菜，还能吃得更明白、更有意思，对吧？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从现在最流行的点餐方式开始说起吧。根据你分享的那些信息，像 Reddit、KKday 啊上说的，现在在中国餐厅点餐这个方式跟以前可不太一样了。哦，怎么说？不是服务员拿着蛮单过来那种了？很多时候不是了。现在特别普遍的是，你到餐厅坐下，桌上会有一个二维码啊，那个我知道。对，你就用手机扫那个码，然后直接在微信或者支付页的小程序里面看菜单、点菜，甚至直接就把钱付了。哇，这么方便。所以这个变化很大。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你出发前一定要把支付宝，就是 Alipay， 还有微信 WeChat 这两个 App 下载好、设置好。关键是要完成那个实名认证，然后绑定好你的银行卡。为什么这一步这么关键呢？因为啊，中国现在怎么说呢？高度依赖移动支付，真的很多地方几乎就是无现金社会了。这么夸张？一点不夸张。小到路边摊儿，大到那种连锁餐厅，大家都是优先用手机扫码付钱。有些餐厅它甚至就只有电子 menu 了。你要是没这两个 app， 点餐和付款的时候就会非常不方便。明白了，这确实是基础建设级别的准备工作了。那除了支付，还有哪些 app 能帮上忙？我看资料里提到了不少。对，工具类的 app 能大大提升你的旅行体验。首先就是翻译。对，参加这个坎儿。没错，参加可能是第一个语言障碍。像那个谷歌翻译 Google Translate， 还有谷歌智能镜头 Google Lens， 它们都有拍照翻译功能。哦，拍一下就行。对，很多人推荐这个，对着参加拍一下，屏幕上就能显示翻译。不过啊，有2点你得注意。第一，这些谷歌的服务在国内用的话，你需要那个 VPN 啊。对，这个我知道。第二呢，就是根据不少网友的反馈啊，这种机器翻译，它处理菜名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怎么说呢？比较有创意。哈哈，有创意。对，甚至会出错。特别是那些名字比较有文化内涵的或者地方特色的菜，那个翻译出来可能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我懂了。那有没有更专门一点的工具？也有人提到一些专门为参加翻译设计的 app， 比如有个叫 Menu Please 的，可能效果会好一点。但总的来说吧，翻译 app 只能是个辅助，不能完全指望它。对，不能完全依赖。我们后面还会聊到怎么结合其他方法来看懂参加。好，那翻译之外，找地方吃饭也很重要吧？找餐厅。当然，这里有2个 app 基本上是必备的，一个是高德地图 （God Maps）。高德。对，高德，它类似谷歌地图，但在中国内地，它的定位啊、导航啊，包括那个实时路况和走路导航，通常都更准，而且上面也能查餐厅店铺的营业时间、评价什么的。这个好。另一个就是大众点评，大众点评，这个我好像听过。对，它有点像 Yelp 和 TripAdvisor 的结合体，用它来找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，看其他吃过的人怎么评价，就特别能避免踩雷。踩雷，哈哈，这个词用得好，是吧？而且大众点评上还有好多餐厅的团购优惠券，挺划算的。听起来这2个 app 装上，找吃的、找路就基本搞定了。差不多是这样。当然了，现在这种数字化生活嘛，还催生了好多别的方便的工具，比如说饿了么、一乐的 M1这种外卖 app。哦，外卖。对，
你要是不想出门或者餐厅排队人太多，就可以叫外卖。还有像滴滴出行，滴滴出行就是网约车 App， 打车也很方便。这些 App 吧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这种特别便捷的数字化生活，用好了能帮你省不少时间和精力呢。还有一个叫小红书的，小红书资料里也提到了，说像 Instagram， 很多人在上面分享攻略。对，小红书现在特别火，上面有超级多的用户自己写的旅行和美食攻略，都非常真实，特别接地气。接地气。你能找到很多可能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小店，或者最新的那种避坑指南。总而言之吧，用好这些 App 能让你整个旅程顺利很多，但关键还是，提前把支付工具准备好，然后也要知道翻译工具的局限性。好，这些硬件算是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软件了。怎么看懂餐单，怎么跟服务员沟通，这个好像是更大的挑战。的确，中文餐单对初学者来说确实不太容易，但好消息是，很多餐厅的餐单它都配了图片。有图就好办了，对吧？所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指着图片说这招啊基本万能。这个对，有个叫上海 Blonde 的网友在 Reddit 上分享说，这招他屡试不爽。哈哈，简单有效。但如果想稍微进阶一点呢，了解一下餐单的基本结构，会不会有帮助？会的。中餐餐单通常会分类，比如说凉菜就是那种冷盘开胃菜，凉菜，然后是热菜就是主菜了，还有汤类主食，像是米饭啊、面条啊，最后还有饮品。了解这个分类，就能大概知道往哪儿找了。对，能帮你快一点找到想吃的东西。另外呢，认识一些常见的食材和那个烹饪方法也挺有用的。食材比如什么？比如最基本的像鸡肉、牛肉、猪肉，还有鱼、鸡蛋、蔬菜、米饭、面条，这些都很常见。这些词儿好像不难记。对，烹饪方法呢，像炒就是 stir fry， 蒸 steam， 炸 deep fry， 红烧就是用酱油炖的那种，还有凉拌 cold toast。看到菜名里有这些字，就能大概猜到它是怎么做的了。没错，能大概猜到做法，这样点菜的时候就没那么盲目了。那跟服务员交流呢，有没有什么必备的短语？这个也有，从你一进门开始，服务员可能会问您好，请问几位？您好，请问几位？或者简单点儿，几位？几位？然后我回答人数就行了。对，你就说人数，比如2位、3位。如果你需要服务员过来，可以稍微招手下，说服务员。服务员？准备点餐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可以点菜了。我们要点菜。或者点具体的菜嘛，就用刚才说的我要1份，然后加上菜名，或者干脆指着面条说这个。那如果我想让他们推荐一下呢？选择困难症犯了怎么办？哈哈，这个可以问你有什么推荐？你有什么推荐？或者问得更直接点儿，这里最火的菜是什么？这里最火的菜是什么？这个实用。吃完了要结账的时候，就说买单。买单。或者客气点说请结账。请结账。买单。对，掌握这几句基本的点餐交流就没问题了。听起来是不难掌握，不过咱们刚才提到那个菜名翻译很难，是不是意味着有些菜名光看字面意思根本不行啊？完全正确，这也是中文菜单的难点，但同时也是它的趣味所在。很多菜名啊特别形象，甚至背后有典故。比如呢？比如说那个蚂蚁上树。蚂蚁上树，听着有点哈哈，听着吓人是吧？其实它是肉末炒粉丝，跟蚂蚁和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还有狮子头，是大肉丸子，也不是真的狮子脑袋。哇，这脑洞，对吧？而且很多菜名地域性特别强，同一个东西在不同地方叫法可能完全不一样。这就又回到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翻译 App 的局限性了，他们很难处理这种文化和地域上的差异。那怎么办呢？
有没有什么学习菜名的窍门儿？除了多看多问，除了多看多问，Reddit 上有个叫 PMCW 的网友，他提了一个特别聪明的，算是逆向思维的方法。逆向思维。对，他建议啊，去找一些给中国人学外语，比如说学英语的常用语手册，看看里面是怎么教中国人用英语表达日常需求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反过来研究这些材料，就能了解到哪些中文表达是真正地道，大家平时都在用的，而不是我们可能从教科书里学到的那种有点生硬的说法。哇塞，这个思路太棒了，反向学习。是吧？挺巧妙的。好了，基本沟通和点餐的方法咱们有了，现在要进入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，尤其是对要去成都的你来说。辣。对，成都川菜的故乡嘛，川菜的灵魂就是那个麻辣。麻辣。麻是花椒带来的那种口感，会让你的嘴唇、舌头有点发麻的感觉。辣就是辣椒带来的那种灼热感，这两个结合在一起，非常刺激，非常过瘾。但是，如果我不太能吃辣呢？怎么跟他们说我想要的辣度？听说不同地方说法还不太一样。是的，精确表达辣度非常重要。根据 Reddit 上一位叫 TrySalt 的网友分享的成都经验，当地比较常用的辣度级别是这么几个：不辣，不辣，这个好懂。然后是微辣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辣，再往上是中辣。这个中辣，怎么说呢？对于不常吃辣的人来说，可能已经挺辣的了。要小心这个中辣。对，最厉害的是老辣，就是非常非常辣。当然，你说一点点辣，大家也能明白，但好像微辣这个词更常用一些。那这个标准是全国都一样的吗？就是关键了，它不是统一的。比如说，另一位网友 PMTW 提到，在台北，他们常用的说法是小辣、中辣、大辣。他甚至猜啊，台北的那个大辣可能只相当于成都的微辣。哇，差这么多。是啊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，根据你自己的接受程度，跟服务员确认清楚。如果你是完全一点儿辣都不能吃，那最保险的说法就是，请不要放辣椒。请不要放辣椒。明白了，保险起见，直接说不要辣椒。除了辣度，那个过敏和饮食禁忌也是大事儿吧？这个极其重要，特别是过敏，那可是关乎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的事儿，所以一定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告诉服务员。最常用的句式就是我对过敏。我对过敏。对，后面加上你过敏的东西，比如花生、坚果就是 nuts， 还有海鲜、鸡蛋、牛奶、小麦、芝麻、大豆等等，这些在中国菜里都挺常见的。那如果我不是过敏，就是单纯不吃某些东西呢？那你可以说我不吃。我不吃。比如我不吃猪肉。我不吃猪肉。如果你是素食者，可以说我是吃素的，或者说我是素食主义者。然后可以问一句，你们有什么素菜吗？这样比较清楚。对，服务员也可能会主动问你，有什么忌口吗？有什么忌口吗？这个忌口就是指饮食上的禁忌。我看 Reddit 上有个建议，我觉得特别实用，就是提前把过敏信息或者饮食要求用中文写在一张小卡片上带着。非常非常好的建议，这样就能避免万一口语沟通不太顺畅，或者手机没电的时候出问题。是的。关于素食啊，这里有个文化上的小细节需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个 CLI 就是一家中文学习机构，他们的文章里提到了这一点。是什么细节？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下，素食这个概念有时候可能比较模糊。模糊怎么说？就是说，有些菜虽然标的是素菜，但在做的时候，大厨可能会用肉汤来调味，或者加一点点肉末提鲜什么的。那对严格吃素的人来说，这可不行啊。对呀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严格素食者，建议你说的更具体一点。比如说，我什么肉都不吃。我什么肉都不吃。做个更严格一点，说我什么荤的都不吃。这个荤在这里就指任何动物性的成分了。哇，这个提醒太重要了，一定得说清楚。是的。
还有一个关于肉这个字的小细节，因为猪肉在中国是最常见的肉类嘛，所以有时候人们光说一个肉字，可能会默认指的就是猪肉。如果你只说我不吃肉，可能会被误解为你只是不吃猪肉，但牛肉啊、羊肉啊、鸡肉啊还是可以吃的。哎呀，还有这种误会。对，所以最好还是具体说明你不吃哪种肉，或者就直接说什么肉都不吃。哇，这些沟通上的细节真是得注意，看来精准表达非常关键呐。是的，餐厅方面呢，根据我看过的一份像是卫生部门的宣传材料，他们也应该注意预防过敏原交叉接触。他们也得注意。对，比如要彻底洗手啊，清洁消毒厨具啊，要把不同食材分开处理啊，换用新的油或者水啊什么的。如果他们觉得满足不了你的要求，比如说不能保证绝对没有过敏源，他们应该告诉你，了解这些能让你在沟通的时候更有底气。好，解决了吃什么、怎么说的问题，咱们再聊聊餐桌上的一些文化和礼仪吧。中餐厅给我的第一印象好像总是特别热闹。没错，热闹甚至有点嘈杂，在中餐厅是很常见的，有时候甚至被认为是生意好的象征。这样啊？是的，所以如果你习惯了比较安静的用餐环境，可能需要稍微适应一下。另外，在像香港这样一些地方，因为地方小节奏快嘛，你可能会遇到搭台。搭台什么意思？就是跟不认识的人拼一张桌子吃饭，这也是当地追求效率的一种文化现象，别觉得奇怪。哦，拼桌，明白了。那用餐习惯呢？我记得资料里说，中餐是大家一起分享着吃。对，家庭式分享是中餐的一个核心，不像西餐那样一人一份。中餐通常是点一桌子菜，然后大家用自己的筷子。当然，现在也提倡用公筷公勺，从盘子里夹菜分享。点菜的数量也有点讲究，一般会比在座的人数多点一两道菜。比如 N 个人吃饭，可能会点 N+1 或者 N+2 道菜，这样表示主人比较慷慨好客。哦，点多了是表示客气。对，那么买单呢？一般是谁付钱？还有要给小费吗？买单这个比较看情况，传统上可能是比如说男性请客，或者长辈给晚辈付钱。但现在年轻人 AA 制也很普遍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得记住，在中国大陆，绝大多数餐厅是完全不需要给小费的。好，这个记住了，不给小费。还有没有什么挺有意思的餐桌上的小细节？有几个挺有意思的，比如说在南方一些地方，或者去港式茶餐厅，有时候服务员会端上一盆热水，还有空的碗。热水是喝的吗？不是喝的，是让你自己用这个热水把你的碗啊、筷子啊、杯子啊、碟子呀都烫洗一下。这算是一种习惯吧，不代表餐具不干净，就是个仪式感。哦，自己动手烫餐具，有意思。还有关于茶水的。对，如果你想让服务员给你加点茶水，不用说话，你把那个茶壶的盖子打开，或者稍微斜着搭在壶口上，服务员看到这个信号就明白该给你加水了。哇，暗号啊！算是吧。还有，别人给你倒茶的时候，你可以用食指和中指弯曲起来，在桌子上轻轻地扣几下。扣桌子啊？对，扣几下表示感谢，这个叫扣指礼。据说啊，还有一个关于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的典故呢。这些小动作背后都有故事。那用筷子呢？肯定有很多讲究吧？这个讲究可不少。最基本的，你不能用筷子指着别人，也不能拿着筷子玩。最严重的禁忌是，绝对不能把筷子竖着插在米饭里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样子特别像给逝者上香时候插的香，非常不吉利。明白了，这个一定不能做。对，还有，如果桌上提供了公筷公勺，就是给大家夹菜用的筷子和勺子，那你一定要用公筷公勺去取菜，不要用自己吃饭的筷子去接触公共的菜盘，也是卫生和礼貌的要求。公筷公勺现在好像越来越提倡了，这些都是表示尊重的重要礼仪。对，还有2个点可能跟你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。
一个是在中国文化里啊，吃饭的时候发出点声音，比如说吸溜面条的声音，会被认为不礼貌吗？有时候不一定，反而可能被认为是你吃的很香，很享受这顿饭。这样啊。还有一个是，相比于把盘子里的菜吃得一干二净，有时候呢稍微剩一点点菜，反而被认为更得体。意思是主人招待的太丰盛了，你已经吃不下了，表示感谢。哦，剩一点反而表示礼貌。这些文化差异确实得了解。那服务风格呢？我好像听过有些地方的服务员看起来可能比较凶。哈哈，这个嘛，在一些特别追求高效率的地方，比如说香港的某些茶餐厅，确实可能会遇到。服务员可能动作特别快，说话特别直接，甚至显得有点不耐烦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别往心里去，这通常是为了效率，不是针对你个人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有时候这种看起来凶巴巴的店，味道反而特别地道。原来如此。当然了，服务的好坏也跟餐厅的档次啊、类型啊关系很大，不是所有地方都这样。明白了，要理解不同环境下的服务文化。好了，今天咱们从点餐 App 聊到满语言，从辣度过敏聊到餐桌礼仪，哇，涵盖了在中国点餐的方方面面，信息量确实不小啊。我们最后来，梳理一下最重要的几点吧。当然，总结下来给你的核心策略，我觉得可以这么说：第一，拥抱科技，提前把支付和地图 App 装好，用好翻译工具，但也要知道它的局限。对，科技是第一步。第二，掌握关键的生存词汇，特别是跟辣度、过敏相关的表达，还有那个万能的这个大法，哈哈。这个。第三，了解并且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，比如大家分享餐肴啊，餐桌上的一些礼仪，尤其是筷子的用法，那个很重要。筷子禁忌要记住。对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，带一点点冒险精神，大胆去尝试，别怕出错。点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融入当地、体验文化的特别好的途径。说得非常好，不要怕出错，享受这个探索的过程。正是如此，语言不通其实没那么可怕，不是还有图片和肢体语言吗？你就把每一次点餐都当做一次小小的文化探险。说得好。最后啊，在你准备出发或者回味咱们这次讨论的时候，也许可以想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中国的这些饮食习惯，比如说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一桌子菜的这种方式，它不仅仅是关于怎么吃，对吧？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社交方式？这跟西方那种更强调个体份的分餐制，又反映了哪些不同的文化侧重呢？这个角度有意思。或者你想想，一道像麻婆豆腐这样充满地方烙印的菜，它又能告诉我们关于成都这座城市它的性格、它的历史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哇，这个问题确实很有启发性。食物啊，它真的是通往文化深处的一扇窗户，是吧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。希望这些信息能让你的中国美食之旅更加顺畅、更加地道，也更加充满乐趣。祝你旅途愉快，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。